Hello， 大家好，這裡是風琴友。我相信很多小夥伴還在糾結永久的白戰和每個賽季都會重置的彩戰中兩者之間的資源分配問題。今天就來給大家用最可能精簡的方式講清楚這兩者之間的區別，盡可能從根源上跟大家講清楚，而不是在每個階段告訴大家都應該幹什麼。那我們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Hello， 大家好，本期節目由風琴友獨家贊助播出。什麼？你要白嫖？那給個免費的讚也可以，因為這對我真的很重要，謝謝啦。永久戰力和賽季戰力的本質就和基數與倍率之間的關係是一樣的。你的基礎養得越好，那麼基數就越大，在賽季中被賽季戰力提供的倍率放大後的最終戰力也就越大。1萬的永久戰力在放大10倍以後便是10萬，而同樣放大10倍，1.2萬的永久戰力就會是12萬的總戰力，很好理解吧？賽季戰力也一樣，如果你的秘境投入比別人少，裝備等級和遺物等級都比別人低，那麼你的倍率就會變少。1萬的永久戰力放大8倍以後，就是8萬的最終戰力。即使你的永久戰力比別人高2000，1.2萬的永久戰力乘以8以後，依舊只有9.6萬的總戰力。這個也很好理解吧？很多玩家會想問，為什麼澤之國最後的時候白戰和彩戰是對半，而到了我這裡展示的戰力相差近10倍之多？原因其實也很簡單，單純是後面的賽季持續時間比較長而已。大家都已經發現了，每到新副本的裝備提供的戰力都要比上一個裝備的戰力要高，而且不是1變成2再變成3的算法，更像是1變成1.5，然後立馬跳到3.75的樣子。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澤之國的一個多月兩者之間對半的戰力分布，到了後續賽季，比如說哈帕迪莫就變成了1:10的戰力分布。摳的越多，賽季戰力越多是很正常的，因為大佬的基礎很高，但是這並不代表他們的賽季戰力提供的倍率就一定會高。假設一個零氪每天購買的秘境次數比我多，裝備等級和遺物等級都比我高，那麼他的賽季提升倍率就必定會比我高，只不過是因為他的基礎比較低，而導致最總戰力還是無法超過我就是了。賽季評分不看基礎戰力，評分高的零氪的賽季戰力提供的倍率幾乎是一定大於氪佬的，原因也很簡單，單純就是因為大佬即使不用很多賽季資源，也能夠依靠自己扎實的基礎去推更多的圖，更高的等級，躺着也比零氪有更多的評分。零氪想要追上他們，就幾乎只能投入比氪佬多得多的賽季資源。還是拿上面簡單粗暴的公式給大家舉例子，如果一個基礎為100萬的氪佬，最終戰力是1000萬，那麼就是9倍的賽季戰力，很好理解吧？如果一個白戰只有60萬的零氪，最終戰力是900萬，那麼即使他的戰力依舊比氪佬低100萬，但是他投入的資源卻比氪佬要多太多了，因為這其中相差的數值不是9倍，而是14倍。我相信這應該很清楚地解決了那些在想要不要死盯着白戰養的玩家的疑慮了吧？這或許在遊戲一開始管用，但是到了後面提升賽季戰力就是一個逃不掉的事情，因為即使有每天掛機獲得的賽季資源，也不足以滿足大家獲得一個比較好的遊戲體驗。很多時候只能說是給一個保底的遊戲體驗。每個區因為交易所價位的不同，導致了大家收入也參差不齊，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很多玩家會覺得很奇怪，明明自己跟一些零氪大神做一樣的操作，但是自己的戰力就是沒他們高的其中一個原因。單純是因為人家掙得多，同樣是抽遺物，每個月能比你抽的次數要多而已。這個情況在越靠後的區越明顯。同樣的遊戲流程，他們可能就需要把自己的一部分原本要留給自己基礎戰力的資源分配給賽季資源，兩者之間又該如何平衡呢？說了這麼多，我相信這才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其實說實話，這實際上真的沒有一個絕對固定的平衡方法。我就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好了。如果你在人多的区的交易所收入是5萬晨星，那麼同樣的玩法，
你的基礎就幾乎一定要比那些月收入只有2萬、3萬晨薪的同刻度玩家要高。同理，如果有人月入賬的晨薪數量要高達10萬甚至更多，那麼他們就有更多的空間去在基礎戰力與賽季戰力之間進行操作，甚至還能有額外流出資源給詞條，去提升自己的越戰能力。或者說，很多人就是資源投歪了，比如說全部投給裝備之類的，導致自己裝備等級或者基礎戰力之類的地方跟不上。就像剛剛說的，即使你有很高的白戰，但是同刻度一旦忽視了賽季戰力帶來的客觀倍率提升，也會導致自己明明穿着5件最新本的紅裝，卻依舊是一個低戰小弟，戰力甚至不如某些全套層的平民。別看裝備在後期戰力高的離譜，實際上裝備的白戰都很低的。你到新賽季的時候，再看看上一個賽季的裝備戰力，就知道了。其實都是你的裝備等級在後面持續發力，在白戰和彩戰之間的平衡上，其實最好就是不要偏科，哪裡低了補哪裡。哦，對了，不要補那些對戰力幫助不大的區域，像什麼技能等級和幻獸之類的，他們後續提供的戰力就明顯不如裝備和遺物，只是前期確實看着很多而已。大家可以前期重點放在遺物上，後期自己看着裝備戰力快趕上遺物戰力的時候，再把重心放在裝備上，盡可能來達到一個比較平衡的狀態。我相信這也很好的為大家解釋了為什麼早期的攻略都會推薦大家挖10之沙提升遺物的原因了吧？其實就是裝備戰力膨脹的速度沒遺物快而已。如果你是一個哈帕迪玩家，你應該就發現了，相同的投資量，即使你每天挖沙，秘境中沙子買的次數比初練時再多2次，你也會發現你的遺物戰力在賽季末都要比裝備戰力要低一些。當然，除非你真的遺物抽得多得一塌糊塗，也不是沒有例外。至於邏輯，其實也很簡單，每個國度遺物提供的數值都是相同的，而宇之國和哈帕迪都是開放了3次扭蛋系列。哈帕迪的遺物戰力獲取相較於宇之國並沒有進一步獲得提升，而哈帕迪的裝備卻沒有停止膨脹，自然裝備提供的戰力就趕上遺物了。說白了就是沒有進步就等於退步，因為大家都在進步。好啦，那麼本期的永久戰力和賽季戰力的講解就到這裡了，希望這期影片能夠幫助到大家。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可以給個關注，那我們下期再見，拜拜。